带你追查事件真相，掌握证据变化。观众朋友你好，欢迎加入新闻大白话，我是主持人谭一文。节目一开始来介绍今天的特别来宾，首先是文大国际所教授邱毅，主持人好，大家好。还有前国安会副秘书长杨永明，一轮好，各位朋友好。以及政大国关中心兼任研究员严正生老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好，观众朋友，我们要带大家来掌握一个讯息，就是在昨天晚上发生在香港的大火。好，真的是要天佑香港，希望能有更多的奇迹，也就是能够救出更多的人。好，这场大火真的烧得非常大，很多人看到画面都相当的震惊。好，这是位于香港集合住宅区的鸿福苑，您可以看到，这就是昨天晚上的状况。哇，相当骇人，因为8栋楼总共有将近2000户，正因为维修外墙，外头搭建着竹棚做鹰架来使用，那导致了火势迅速蔓延，然后到其他栋，所以整个总共有7栋遭到波及，只有1栋没有被波及。但是里头因为很多都是高龄者，那行动不便，那由于外墙维修的关系，窗户都紧闭，有些人根本不知道已经发生火警哦，还是邻居打电话通知才知道要撤离。好，到今天凌晨哦，这个火势都还没有完全扑灭，那目前看起来是有点在闷烧的状态，因为外头会有这个鹰架，我们等一下也会带大家来看一下这整个状况是什么。好，那也有这个香港的这个新闻网的记者直击到了这场大火。说一夜过后，仍然有2栋大厦的火光明显，那现场是浓烟加重。那这小区的8栋大楼当中，有2栋还是有明显的火光，而且一直冒烟。那消防是从下往上来涉水降温，但部分中低层在初步这个扑灭之后死灰复燃。火情最严重的一栋高楼层仍然有火光熊熊。那我们也看到习近平向火灾遇难的人员跟殉职的消防队员致哀，而且慰问了遇难者家属跟受灾人员，要求要全力以赴的扑灭火灾，那希望把伤亡降到最低。好，香港特首李家超也特别讲了，已经及时的启动了紧急事故监察还有支援中心，听取保安局跟消防处的汇报。那呼吁民众在家避免外出，紧闭门窗哦。那截至目前仍然在灭火当中。那香港外交大臣这边也有发出一些声明，他是说这个鸿福苑的5级火令人震惊跟痛心，那代表英国向所有受影响的家庭还有香港市民致以最深切的慰问。好，那我们也在看到这场大火到底怎么发生的，究竟是不是人为呢？我们先看到这一场大火现在是至少44人死亡，但是里头还有279人是失联的。好，所以我们当然希望还会有奇迹出现。那也看到这个夺命的时间轴因为这个火灾前其实他们就有做防尘网。好，刚刚不是有讲说他们用这个竹架来搭鹰架来使用嘛？您可以看到，这就是这个有火灾的当下，大家发现的整个楼全部都被这个绿色的防尘网给围住好，那大家就说有可能是一栋大楼低楼层处先出现了火苗，疑似因为工人未浇熄的香烟引燃了无防焰机能的防尘网。这火势向上窜烧，加上大量的鹰架助长了火势，因此瞬间不可收拾。好，那香港中环的这个大厦10月就曾发生过火警，那起因也疑似跟维修鹰架有关，这是另外一件事情。那这件事情其实也引发了这住户的忧心，所以大家看到说有住户其实也会随手的把烟蒂丢往窗外。那不幸的是，这个担忧竟然在短短1个月之后就成真了。好，那目前看起来这外墙的保护网、塑胶布以及防水布应该是由这边起火的，那燃烧速度相当的猛烈。当地警方还质疑说，这个材料的助燃性强到不合常理，而且未符合防火安全的标准，认为这个是酿灾的关键主因。所以香港的保安局长他也有分析说，这一次的火灾现场初步调查分析，不排除刑事案件的可能性那已经交由了香港警方进一步的调查。那香港的这个5级最高火警发现之后，
大家认为这可能就是社会管理沉疴的集中爆发。好，因为它是一场老楼维修的因价燃起的连锁灾难，那也是香港社会管理体系当中长存的一个多重沉疴的集中曝光。好，这场火不仅夺走了很多生命，其实也更暴露了香港的深层问题。好，我们再看到这个伤痛，真的很需要赶快修复，因为44人是目前至少的死亡人数大家希望还会有更多人是被救出的，我们都在等待。好，那包含的是谢霆锋、舒淇跟陈伟霆，他们也都发文，那说救火英雄们加油。其实，在这一场火灾，也有一些消防人员因为救火而丧命，这也是让大家非常不舍的。好，那他们呢，也就是有发一些救援资讯那也有希望火势赶快扑灭，灾民尽早获救。那甚至很像电影情节这场大火竟然飘落了一页烧焦的小说大家看到这一页，结果它的书名是86不存在的战区，就发现之后大家看看这个网友就说真的是泪崩，因为它里头的故事确实也是蛮感人的，然后大家可以上网看一下。好，那香港大火也激励团结所以我们带大家看其实真的是很多民众是用这个物资爱心赶快到现场来帮忙他们是自发的支援，而且捐出了桶装水、饼干、面包、衣物等物资。那因为物资实在太多了，涌现的速度超乎预期。那现场的义工已经从27号凌晨开始呼吁市民暂停输送物资，因为真的爆满了，没有办法再接收，分类跟分配的速度也难以跟上。好，我们大家说最美的风景不只是台湾人嘛不只是台湾，其实香港也一样。好，我们都希望天佑香港这件事情能够有更多的好消息传出。好，我们还是先看到这个一整起的这个部分，我们先问的是邱毅委员。这是昨天在香港发生的一件不幸的事件。到了今天凌晨，在8栋楼里面7栋起火燃烧，到了今天凌晨还有2栋火还没有熄灭，到现在为止失联的人还非常的多，所以呢，我们要为这些不幸的人来祈福。这个点在哪里？在香港的新界，也就是在大家很熟悉的，我以前教过书的香港中文大学沙田、元朗跟西贡的中间。好，这个地方呢，基本上它是所谓的居屋，不是公屋。好，所以它叫鸿福苑，而不叫鸿福楼。好，这个地方就像是刚才一轮说的，它差不多有2000户，有5000个，将近5000个人住在里面，四成，几乎40%的人都是65岁以上的老人，就跟我一样了哈。所以他们挤在一个每个像鸽子笼一样的小空间里面，每一个平均的大概每一户居屋大概就是在40几到50几平米，台湾平一平是3.3平米，也就是说每一户大概就只有十几个台湾平。你可以想想，这么狭窄的空间里面住的呢，都是一些65岁以上、行动不方便，甚至听力也有些障碍的一些老先生。而这一次到底是天灾还是人祸？当然，人祸占了90%，因为在香港规定这些公屋或居屋，我稍微说明一下。公屋的意思就是政府的廉租房，叫公屋。那居屋的话呢，是要抽签的，它是廉价，比较便宜的价格就卖给居民哈。那基本上依香港法律的规定，30年要维修一次。可是这栋楼已经有43年的楼龄，那现在外墙在维修，那当时候居民就反映这外墙有很多的工人在抽烟，烟蒂都乱丢，那万一发生火灾怎么办？而且刚才一轮不是有提到吗？它外面在维修外墙的时候，它的棚架是竹子的，而不是像内地，大陆的内地已经不用竹子的棚架，一般都是金属制的。好，所以
当时有人就去检举说，有工人在吸烟，烟蒂丢，那这一个鹰架会不会引起竹子做的，会不会竹棚，会不会引起火灾？那也有人在检举什么？那个1楼很多的大堂都有发泡胶板，发泡胶板就是聚苯乙烯啦。好，一旦遇热，它就很容易就燃烧。好，那所以呢，这一次。为什么8栋楼里面有7栋就在大火燃烧？而且昨天嘛，大家都知道，昨天下午香港风大，所以一开始在下午大概3点左右，它本来是3级，结果呢，到了2个小时以后，它变成5级，最高级的火灾，所以才造成了整个火势的蔓延，一发不可收拾。产生了这样的一个人间的悲剧所以我才讲它基本是人祸很多居民那时候的检举，如果紧速的处理，把消防设施做好，那就不会产生这么大的灾难。那现在有3个人已经被拘捕，那3个人都是在施工的工程公司的顾问跟董事，那么其中最严重的就是消防设备没有处理好。这个鸿福苑我上网看一下，它大概一个这个房间大概是14坪，然后是60几万的价格卖给人所以大概是800多万、900万以内的新台币就可以买到所以就很多人就是没有那么多钱，可能就会选择这样的房子。永明教授，这个当然让人觉得非常难过的事情鸿福苑1983年盖，所以到现在是43年，总共有刚才你提到嘛，8栋楼加起来1984个单位。所以里面大概住了4000多人，那早之前他就说是要整个外墙的维修，那10月份的时候碰到台风，所以台风的之后呢，他还去加强，但是呢，因为他外墙用的是这个所谓的这个鹰架是用竹子，那当然以前我们好像很习惯看到这样一个作为，那它有它的方便性，可是呢。整个这么多的范围，它同时又在台风之后加强，又在做外围的这个包围，同时每一个电梯大堂之间都在做一些防范，然后呢，窗户都把它闭起来，因为它要做外墙的这个整个整修嘛。那当然就马上就有人就检举，但也没有理。他预计是要到明年3月到6月才完成，整个过程当中其实很多单位反弹，为什么？因为要大家缴钱的，那整个费用事实上还蛮高的因此，这个过程当中，我觉得3个因素第一个，它其实是一个公安问题。我们现在在台湾也很重视公安问题，但往往都是工厂。那现在在所谓的建筑的施工，那这个是呢外墙的整修的公安，不只是从业人员自己本身的安全，你也造成了整个环境是不是可能会有像发生火灾或者是其他的这个冲击。那因此当地的法规，我觉得现在也来检视我们台湾自己的法规。我也租房子在高楼我们那个有16层楼，台湾没有像香港这么高，但是呢现在在台湾是不是越盖越高？因此这样子的一个公安问题，施工的单位以及它施工的这些材料，还有这个过程，是不是有相关的法规，有监督的单位？然后呢，公安施工的这个单位自己本身是不是有监督？那当然，整个外墙的这些看起来现在都是非常易燃，而且是很快的，就是散发。当时他们是说，大概1楼有人抽烟不确定是不是这个火灾来源。可是呢，一下子几分钟就1楼就烧了4楼。你可以想象，在这么多的外燃的这个鹰架、竹架，然后呢这些包围的这些发泡棉，那当然就往上烧各位发生火灾不要往上跑，因为火灾火是往上烧的，要往楼下跑当然要看这个火灾的情势。所以高楼救火这里另外一个问题，他们现在这个出现的，发现到就是整个这个救火车云梯大概到了高楼一半，对，到不上去，上不去了，那怎么办？那消防员要进去了，所以现在至少也有1位消防员
其实是昨天下午就过世。所以类似像这样的东西，我觉得香港的一些法规应该是重视的。这个一定香港当然他们自己本身会去检视。我们要看看我们台湾自己会不会自己也面临到同样这个情况，相关的法规、公安的维护以及整个施工的过程是不是有一定的监督？那我觉得其实作为自己本身的住户以及管理委员会，对于这些东西真的要多多的注意，以避免同样的事情再发生。好，就是借镜所以现在政府应该要来看看我们自己这个鹰架的部分因为你可以看到它的绿色整个防护罩是整个高楼8栋全部都弄起来，有人说这个烧起来就像是灯笼在里面闷烧状况，所以才会一发不可收拾。郑生教授，我觉得我们看一下这个地方大埔，其实它是真的从香港的人角度来看，算是乡下了整个人口大概只有30多万，你看它就有4000多人住在这里，你就知道，我们看起来好像这个大楼蛮集中，其实应该不是像香港本岛或在九龙那边，哇，那个是完全密集的，那个就是我们电影看到非常密集，那个要是火烧起来，可能不止这么严重所以我觉得这个是第一个，就是已经算是比较没有这么人口那么稠密的，但竟然会发生这个。那刚才我们提到这个抽烟的问题那我就想到新加坡是很严格的，你绝对不能丢烟蒂的，所以每个人抽烟的人还有一个小盒子，他抽完就自己赶快放进里头，就是绝对不敢丢，因为罚得太重。那我觉得香港这一个可能还是没有特别注意到。那另外就是当然就是你今天看到香港这样的一个大火引起来的后续，就是当然我们台湾会想到很多问题，就是说，我们过去现在大部分大楼，我们有的时候会看，如果真的有烧火，大概就来一家烧一烧，因为钢筋水泥的大概就不会怎么会就是波及到其他的地方。但是它这个就是维修的时候，那我们现在维修，我们大概也不会架真正的钢筋的鹰架在做吧。有可能还是木头的鹰架，就是我现在看很多外面维修，当然有些是钢的，就是那个钢管的，但也有些可能不完全是。那有木头的话，那这也是一个问题。但我认为我们没有这么严重。那香港确实人口稠密的情况之下，然后就又加上房价太贵，所以大家有的时候，当你住这种，就表示什么？是因为你买不起更好更方便的。譬如靠近香港、靠近九龙的，那住到乡下，但住到乡下，即使你想住稍微宽一点的，也可能买不起，所以才会去挤这个。其实，在乡下，你想想看，30万的人口，你就有差不多13%、14%住在这一栋，那这个有点怪嘛？哪有譬如说，我们今天到我们的南部，你今天到南投，需要搞一个这么高的，大家都挤在那里，不需要，就是还是房价太贵了。好，天佑香港，希望还有更多的好消息传出。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好，最近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屡屡登上了国际版面，包含了中国、日本、台湾、美国各个地方都在关心。好，但是他的压力真的来自多重宇宙。我们看到了，川普现在也被认为有在施压高市早苗，原因就是因为这个川普跟习近平通完电话之后，建议高市早苗说在涉台问题上面语气要放缓。这是路透社所报道，认为川普跟高市早苗通话当中，其实有传达了避免与中国争端进一步升级的意愿，而且建议他在台湾问题上面不要挑衅北京，希望可以语气放缓。好，果然川普一说，高市就听从了，因为我们看到后来他马上就在这个公开场合有特别讲到，说日本根据旧金山合约放弃全部的许可权，并无认定台湾法律地位的立场。好，那日本官员这个官房长官也特别讲说，关于高市跟川普的热线，因为涉及外交上的讨论，不方便回答谈话的详细内容。不过，日本政府相关人士也证实双方在谈话当中都有确认要携手让事态平息。好，所以川普的这通电话就很关键嘛。我们知道是他打给了习近平，他后来又再打给了高市，所以高市后来有做出了不一样，跟之前过往的论点稍稍有点被认为是
taco 的一个状态。好，那川普建议高市别在台湾议题上面挑衅北京哦。这华盛顿邮报说，凸显了美中关系的一个新的现实。好，也就是中国大陆还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要角啊。好，那我们看到了另外一个压力，就是中日现在沟通哦是没有管道的。好，中国大陆的官媒说，川习24号通话其实是为了阻击日本任何复活军国主义的图谋。这是玉渊谈天所说，认为这一次的中美元首通电话的传递信号，就是坚决阻击日本任何复活这个军国主义的图谋，那应该被视为国际社会共同面临的挑战。然后呢，各国必须要共同的应对。那日媒也就是共同社则说，这个是外交风波当中日本执政党对华的沟通渠道匮乏的问题非常的凸显，缓和紧张的关系现在难寻突破口。所以这个部分在日本媒体自己都有感觉到跟中国大陆的这个交涉非常的困难。那自民党的资深人员则说，迄今为止，即使政府之间有摩擦，政党间的对话也能维持，但一旦两个沟通渠道都中断了之后，那要如何打开一个新的局面，就是一个困难的点哦。好，那我们也看到这个高市虽然说他在这个国内的民调非常好，但是也不乏看到有民众去抗议哦，说拒绝战争。好，我们看到这是韩风当中有抗议声就在日本首相官邸之前有大量的民众手举着标语牌，说不要战争，守护和平。高市必须撤回言论，那我们不需要煽动战争的首相。那扩音器里不断传出了呼喊声。好，当然日本的民众对于现在高市早苗的部分有一批人是认为说这样说的很有道理，因为可能有抗中的情绪，但有另外一批人还是很担心啊，你会不会一旦这样就触发了一些战争的风险啊？好，有一名女性的抗议者甚至说这个战争会彻底的摧毁生活，还会影响下一代，还有下下一代。不明白高市为什么会说出那样的话，他到底接受了怎么样的教育才会有那样的思维？好，那我们要再关心到的就是这个习近平现在对于这个中日之间的关系，那日本的前驻中国大使垂秀夫他则分析说，现在当前这个中日紧张的情况，川普先打给习近平嘛，然后之后又打给了高市。他说这个顺序其实会令日方非常的遗憾。那这也已成为了习主席亲自关注的议题，所以他说亲自处理有事论现在是谁都压不下去。那我们也看到了解放军报确实有一些讨论，他说日方如果一意孤行的话，就会再清算。好，这是他发布的文章他的标题就叫做绝不允许日本重走军国主义侵略老路。他指出如果日方一意孤行，一错再错，拒不认错，一切主张正义的国家跟人民都有权利对日本的历史罪行进行再清算。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嘛，中日之间真的是国仇家恨，这个不是单纯的只有台湾有事论这么简单而已。好，那中国的民企也推新型的高超音速导弹，我们看到这个民营航太公司叫做凌空天行，它公布了超高音速的这个导弹。我们看到这个宣传片这个就是这样子感觉这个从天空中往下拍。那影片当中这个展示了该型导弹的试射画面，更直接的模拟打击日本境内的多个目标。那有商业内幕就说，少见有中国民企来展示这个具军事指向性的画面，尤其在中日关系紧张升温之际现在看起来更具敏感性。好，这高市呢，现在看起来对于台湾的这个部分，他用了旧金山合约来做解释。好，是没有收回言论但看起来他确实有丢。我们先问邱毅委员。高市对于整个国际政治还是不大了解，他一直举1951年的旧金山合约，那说旧金山合约里面，因为当时中国的代表没有参加，苏联的代表没有签字，他认为台湾地位未定论。那如果依照旧金山合约的话，琉球的地位更没有未定论啦，那琉球麻烦就大啦。好，那么高市到底有没有改口？高市没有改口。高市基本上有没有往后退？没有往后退。严格来讲，高市在战术上比较缓和，但是战略上高市很强硬的。你看看高市昨天
面对在野党4个党首对他的炮轰，提出了3点要求。第一个，要高市对于11月7号在国会里面面对冈田议员所产生的错误的言论，要公开改口道歉收回。第二个，希望高市马上停止在西南诸岛的飞弹部署，不要火上浇油。第三个，要派够分量的特使到北京跟中国大陆沟通。高市都没有同意啊。高市面对4个重量级的在野党的党首都硬得不得了，高市在战略上一点都没有退，反而更加的强硬。但是刚才讲的垂秀夫讲的是对的，川普打电话是主动先打给了习近平，然后接着再打给了高市。这个顺序很明显的告诉你，在川普的心目中，他认为中美关系的重要性要远大于美日的关系、美日的同盟。而川普跟习近平讲话讲了1个多小时啊，而在1个多小时的讲话里面，据我所得到的内幕消息啦哈，有知道内幕的人透露给我，他是这么说啦，他说习近平这个川普很诚意的告诉他，就说基本上高市的错误的言论跟美国无关，也不希望因为高市的错误的言论以致影响了中美之间的目前稳定的关系，也不要影响到明年的4月川普要去中国大陆做国事访问。而且贝森特不是讲了吗？明年可能川普跟习近平会有4次的见面，希望不要影响现在中美的关系。那另外的，他也表达了他可以跟高市沟通，看看能不能解决现在中日的纷争。而他打给高市前后只谈了20分钟啊，20分钟对2个国家的领导人来说，你能够谈出什么干货出来呢？那基本上我所了解的大概就是2个内容，一个就是敲打高市，要等于也是给高市施压啦，要高市对于中日之间的纷争把它缓和，做一些所谓的调整，让它回到轨道上。但是川普这个人对女性啊，一般是比较客气的，所以川普后来讲了一段话，川普意思就是说，高市可以回去想想看，如果愿意接受川普的建议，那么随时等着高市打电话来，毕竟他跟高市还是朋友。结果高市出去对媒体讲的话，他把前面的略掉了，只强调后面的断章取义的部分，就说川普对他仍然很好，所以美日同盟关系一点都不受影响。这个其实对川普来说，让川普是不高兴的，让自民党的大佬跟日本的政界的重量级人物来说，他们也是看不过去的，因为他们知道这时候中国大陆的整个经济的制裁一波一波的组合拳下来，日本确确实实会受到重大的冲击。尤明教授怎么看？我觉得现在这一次的事件呢，高市早苗，还有我们赖清德总统，他没有这个安静下来，他把我们台湾也推到火线了。其实这2位啊，现在反而是已经是联手加速台海的变局了，共同踩下了加速器。高市这个事情，我倒觉得川普其实是一个2面人，在做2面手法。一方面他打电话给习近平，主要是因为俄乌战争以及中美的协议里面好多芬太尼农产品，尤其眼前的农产品的问题，还有关税呢，他隔一天就延到明年的11月，所以他要抓住这个时间点。他也知道中日之间因为高市的发言，现在有一些这个僵局，所以他大概可以表现出我可以来处理。可是当他跟高市联系，我的感觉其实是他在安抚高市，但他有讲到这个习主席有跟我谈到这些事情，也许其实你可以避免让这个事情扩大，因为我明年4月要去，可是
他当然知道我跟你是一家人，所以呢，代理战争，你现在既然愿意冒出头，从美国的角度，这个当然是个好事了。可是眼前我跟中国有一些议题，有俄乌战争议题，有我美国经济的议题，所以呢，你要稍微有所控制。所以你看呢、在第二天呢、他面对这个党首谈话的时候，他当然立场不会变。他为什么会变？那民调那么高，他为什么会变？他有保守的议程跟策略，接下来他要改非核三原则，要进一步部署武器在冲绳，要出售攻击性武器，已经给美国给别的国家。所以他如果一撤回，那这些东西怎么玩下去？他现在民调那么高，所以呢，但是他知道老板有意见了，那他就透过跟党首的对话，把所谓的存亡事态做退回原点的解释，而且他说不多不少。那个野田佳彦问你说，那你11月1号、11月7号讲的那些具体的事情是什么意思？他说，因为有人问我这样子，我才这样子回答。哦，那野田佳彦就说，那这样子好了，哦，那你到底你再讲一遍，他就把它再讲一遍。那野田佳彦就出来帮他做缓和，给他下台阶。他觉得高市已经事实上的撤回了，可我觉得没有撤回。虽然他退回原点，原来日本政府一直的观点，所以北京看了这个事情，我觉得大概不会，就是说放缓，但这个僵局会持续。但会不会再继续再施压？我觉得会考虑到美国跟日本内部的一些考量。而高市自己也有讲，他作为这首相，他会非常重视中日关系。其实他已经是把姿态放低，但是呢，他不愿意撤回发言。好，郑生教授。我觉得这一次这个高市有点在利用台湾来把他这个日本的右翼的这种军国主义也好，或者说这个自卫队的这种正常化装备这些来，好像把台湾的因为紧张关系，所以日本必须那么做，不是？其实日本就是高市就是也承袭了安倍，就是想提升这个。那所以为什么这一次我们看到习近平不是中国大陆为什么从在联合国那边把这个宪章107条拿出来他就用那个宪章的意思，就我可以就根据宪章作为一个联合国安理会的理事国，对2次大战的侵略国做出一些行动不受联合国宪章里头讲的说我们不应该有任何的侵略性 aggression 的行为，但这个排除在外，就是要提醒，包括他这一次跟那个川普通话里头也再一次提醒说战后的国际秩序那我觉得一再就提醒说，本来日本的这个就我们讲说非军事化也好，或者说和平宪章也好，这个是维持亚太地区还蛮稳定的一个因素。就是即使日本对2次大战可能对韩国、对中国所做的道歉、所做的这种悔意都不够，但是因为它被美国绑住了非核化了以后，然后也自卫队，然后那个和平宪法以后，那大家都觉得说至少它不构成一个侵略。可是我们也都知道，日本右翼是希望把日本恢复成为一个正常国家，那变成台湾就是一个工具了。就是我关心台湾，好像很关心我们，但事实上他是利用台湾来遂行他要重新军事化的一个目的，还有背后的算盘对，但我们当然很傻的就跟进了然后现在跟进以后，然后一看川普又讲话好像又不太一样，然后我们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所以我觉得我们政府的官员常常说话的时候稍微慢一点没有关系，不用抢着。那你现在要再继续吃这个苏西吗？还是要继续怎么样？我也不知道。再鼓励，因为日本自己都承认，无论再怎么样，他现在跟美国的经贸关系也很好，跟美国的安全关系也很好，但你离不开亚洲，离不开中国的你的经济就跟我们台湾一样，我们跟美国再多的这个经济互动，你中国大陆的还是在那里，那个比例也虽然现在好像我们出口的市场照大陆的比到美国的少一些，但是还是很大的比例，而且我们的顺差比例也很高，所以我认为日本到最后还是会看到这一个就是现实的部分，然后不会再继续
做一些挑衅的言论。对，因为毕竟外交相当的现实。我们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都知道，川普其实对于移民非常的厌恶现在发生了一个社会事件，他又把两个做连结了。这是什么事情呢？国民兵遭到枪击，川普就马上说，这枪手来自阿富汗这比较新的新闻，我们先跟大家来讲一下。有2名隶属于美西维吉尼亚州的国民兵，26号在白宫附近遭到枪击。就川普晚间马上发表谈话，就说这最新调查显示，这枪手就是来自于阿富汗的移民，必须要采取必要措施来移除不属于美国的移民啊。好，这个社会新闻他也把它放大的来处理，因为他讨厌移民。好，那纽约时报呢也发表了这个川普衰老的报道他就气炸大骂说这个该报的女记者长得丑。大家还记得他之前有说一位女记者叫小朱，他说言论不到2周时间现在大家又说他真的是对性别有相当大的歧视。好，美国参议员警告说，这集权的社会常见寡头掌控媒体现在美国恐怕已经步入了相同的情境。不过呢，美国现在跟俄罗斯的关系是不是也越走越近？有人认为他会成为俄罗斯的打手。好，也就是美国陆军部长现在也逼乌克兰要接受和平协议好，我们看到这是这个美国陆军部长跟泽伦斯基这握手的画面。但是这位陆军部长呢，他跟美国对不起，是乌国的官员会谈时，他说乌军在前线正面临的这个危急局势将被俄军击败，所以他强调接受和平协议是刻不容缓。好，那我们看到美联社则报道说，这川普的乌俄和平方案跟他提出的加萨停火计划其实是如出一辙啊，也就是提出有利于一方的强硬条款，然后为交战双方设定一个最受期限，然后对于后续的行动做出一个模糊的规划。好，这是不是也是川普谈判的手段之一呢？我们等一下来问邱毅委员。好，那当然是不是直接翻译复制贴上？因为路透报道说，这个28年和平方案啊，这方案几乎一面倒的偏颇俄罗斯，就他们就发现这个方案基本上就是一份俄罗斯的非正式文件，那里面当然都是偏向俄国啊，因为都是俄国的止战条件。那美国特使呢，现在也被曝光说，他也教了俄罗斯这边要怎么说服川普。好，这个川普的特使叫做魏科夫，然后他就有一个这个录音档曝光，然后呢说他亲自教授说跟川普的沟通秘诀，也就是普京要在当周跟泽伦斯基访白宫之前，先跟川普通电话，然后先恭喜川普促成了以哈停火，接着就要提这个2版的和平计划。他说这样就很容易成功。结果问到川普川普说我没有听过这录音档，但是还是换缓颊说我想这就是一个标准的谈判。所以没有否认到底有没有这件事情啊，没有否认那就是有嘛他只是说他没有听过录音档。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北欧是欧盟跟北约遭到乌克兰的拖累。我们看到梅尔茨认为说，普京必须承认他别无选择，因为没办法成功的结束乌克兰战争。那关于双方事务的决定只能通过双方协商一致才能做出。他说，乌克兰不是棋子，而是一个拥有主权的国家，要维护自身的利益还有价值观。不过我们看到冯德莱恩是表示支持这个美国乌克兰的和平协议，他认为至少是一个开始。好，那克里姆林宫的发言人则是说，眼下讨论和平协议的达成是为时甚早。那普京外交政策的顾问则认为欧洲没必要干预这些事情。那北约的秘书长吕特怎么看他是讲说乌克兰冲突是有望在年底前要来结束。他说他认同川普的看法。那另外战争研究所的情报分析师则认为如果乌克兰的战斗行动停止之后，其实北约恐怕还只有12个月可以用来强化战备的状态，因为俄罗斯对于欧洲还是虎视眈眈。好，我们先问邱毅委员，谈判的结果、和平协议的内容向哪一边倾斜，当然跟你在战场里面的优劣势有关嘛。他笃定是赢者能够比较垄断他的整个和平协议的内容嘛。
所以我不觉得川普是向集权国家来倾斜，川普是向美国的利益来倾斜，他是向现实的考量来倾斜嘛。你谈到加沙战争，那基本上以色列是站在战场优势的一方，所以最后的和平协议当然向以色列倾斜嘛。同样的，你俄乌之间的和平协议最后的结果，虽然泽连斯基希望不要停战，再打下去，但是事实上，乌克兰真的打得下去吗？整个乌克兰成为一片焦土，如果没有美国的军援，如果没有欧盟的资助，他怎么打下去呢？连年轻人都死光了，你怎么打呢？所以当然在整个俄乌停战的最后谈判的结果，一定向俄罗斯倾斜嘛，他一定对俄罗斯比较有利嘛，因为俄罗斯在战场上面正是节节进逼，对不对？他正是，所以基本上你要回头来看，如果3年前在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如果那时候泽连斯基愿意接受那个时候的和平协议，那时候的和平协议对乌克兰就比较有利啊，相对现在的28条就有利得多啊。好，那再远一点，如果愿意这个履行这个明斯克条约的内容，波罗申科不要胡搞，然后到了泽连斯基不要去对付虐待歧视乌东地区俄罗斯裔的人民，那基本上就不会有这场战争嘛。俄罗斯也找不到借口进军到乌东来啊，所以就不会有现在的情况嘛。这个其实就给台湾很大的启示啊。当你现在还有谈判筹码的时候，你跟大陆好好的谈出一个和平的结果，那不是很好吗？如果等到你被川普被美国已经榨干了，没有谈判筹码了，也没有任何跟别人喊价叫板的筹码了，那时候谈的结果，当然川普以现实考量，以美国利益考量，当然倾向于大陆啊，这是必然的啊。所以你说明年4月，如果川普跟习近平在北京见面谈的结果，说实话，一定向北京倾斜嘛，他不会向你台北倾斜嘛？为什么？因为目前的优势在大陆这边，不在台湾那边嘛。所以赖清德啊，你真的要听我苦口婆心的劝你要了解什么叫谈判啊，有一点国际视野。你不要让台湾整个资源都被榨干了以后，你台湾还能够跟大陆怎么谈呢？好，要跟邱毅委员学哦。永平教授，你的标题上面写川普慢慢转向集权国家，我还以为你在说川普慢慢的让美国变成集权国家。现在有很多这方面的评论跟讨论哈。那但是这里讲的是川普的政策慢慢的向集权国家倾斜，我必须要讲，这个当然也就是西方媒体的一个论述，他们的叙事的逻辑哈，在台湾真的必须要跳脱出这个西方的叙事的逻辑。不过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现在变成一个多极体系了，国际社会的话语权不再是那种意识形态或者是理念自由主义，来在自我标榜自我满足，而是谈权力、国家的利益以及真正的外交政策跟智慧。所以这种现实主义当道一定是如此。所以你不要再讲什么你转向现实主义，那事实上说不定反而符合你美国的利益啊，是不是？结束俄乌战争，现在面临到两岸情势也是一样，川普看到中日之间的冲突也是一样，他从美国的利益角度出发，当然他可能认为的美国利益跟这个美国的民主党不太一样，但他是总统啊。那现在俄乌战争的这28点和平协议，不知道现在会变成多少点。乌克兰希望泽连斯基在这个月能够11月再去一次白宫，白宫说你不用来。那也许现在一个说法是说变成19点，不管28点、19点，三大方向：第一个领土，第二个安全，第三个那就是赔偿、制裁跟投资。
领土的问题，现在看起来目前的交战线归属于俄罗斯的事实领土，这个大概跑不掉了。28点是要乌克兰再这个退出，差不多有一个卢森堡这么大的地方，我觉得大概这个不容易。那至于安全的问题，怎么样提供乌克兰的安全保障？我觉得欧洲自己也做不到，美国不愿意的话呢，乌克兰就真的只有自求多福。那至于所谓的这个投资跟制裁，其实搞到后来都是美国跟俄罗斯跟乌克兰所长或共同开发。所以最后啊，川普当然从他自己国家利益角度出发嘛。我要问一句话，那讲好的乌克兰有事，北约有事呢？其实现在看起来都是枉然的。好，郑生教授。我讲啊，就是我们看乌克兰，我心里头其实觉得蛮悲哀啊，就是搞了个半天啊，如果就说不仅没有回到原点，而且损失更多啊，就是当时就是我们讲说发生了战争，你如果要促成一个和平谈判，那过去我自己读欧洲历史的时候，17、18世纪的时候发生任何战争，他们就有2个原则嘛。结束要签和平协议，第一个就回到战争之前，的那个领土的界限。那当时乌克兰的可能就说我们要回到2014年之前那俄罗斯怎么可能？那好，乌克兰可能说我回到2022年这个侵略之前，可是俄罗斯已经实际占领，就不太可能。那俄罗斯这边呢，就想了另外一个原则，就是你实际占领多少就到此为止大家就是现在的状况。就是俄罗斯你不可能再去占领什么奥德萨啦，再去攻击其他地方了，你就是到此为止了。那乌克兰一开头是觉得说，那我们损失大了，不愿意接受，其实早就认赔杀出，现在还不会损失那么多所以这个是我觉得判断有错误那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台湾也说要站在乌克兰这边，大家都这么讲，可是我自己观察川普的情况，就是很简单。他都是找其他国家去对抗大国，他找欧盟、找这个乌克兰去跟俄罗斯去对抗，然后让日本、菲律宾韩国来对抗中国大陆，让他自己去打那个委内瑞拉啦去吓一下哥伦比亚啦这些小国，所以这个是他的做事的方式。他不打没有把握的，那就叫你们这些。所以做他的盟友很辛苦，不仅没事被他吃豆腐调侃，然后真正要动的时候还要找他。这还要当他的这个马前卒去帮他这个去进行外交或者军事方面的一些突破。所以现在看起来乌克兰，我觉得我们台湾看得很清楚，对不起，我们不是乌克兰，我们是克里米亚就是根本就是在川普的眼中如果说你说乌东2省也没有了，可是还有其他地方是暂时就是俄罗斯占领，但主权有争议嘛。可是台湾可能不是这些台湾真的就变成就是克里米亚，就是在川普的眼中，他可能就是俄罗斯的一部分，没什么好讲的。而且他你知道俄罗斯又回到1954年的历史说那个之前就是俄罗斯的，所以我现在比较担心台湾在这个乌克兰这边有没有学到一些功课，就是当川普介入，同样你看在这个中东也是一样，他的介入。其实都是在帮强者在巩固他们的利益，而没有在帮弱者发声。